第166章正午与夜晚。呼和，巨大的喘息声缓慢而有规律地传入克莱恩的耳朵，听得他脊椎骨一阵发冷，心里没来由的觉得恐惧，却又没有危险预感。不仅仅是他，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毒素专家弗兰克里和其他所有海盗都听见了这喘息声。他们或侧过脑袋，或望向外面，或拿起武器，或高度戒备，显示出了本身经验的丰富。稍作分辨，克莱恩就发现这剧烈的喘息声来源于侧前方的那座废墟，来源于海面之上堆叠成峰的石块和石柱之间。就在这个时候，无血者西斯道尔从阴影里浮出，双手捂住脑袋，痛苦地低哼了一声。有具尸体，那里有具尸体，尸体，发出巨大喘息的尸体。克莱恩思绪电转间，下意识摘掉沉重眼镜，望向那座废墟的加德利亚脸色突然凝重，转头对餐厅内的海盗们道：快，加速绕过那里，不要靠近。他的声音带着些许磁性，一下惊醒了众人，水手们当即奔出餐厅，前往需要帮助的地方。在航海长奥托洛夫和水手长妮娜的指挥下，他们调整风帆，改变线路，从较远的地方越过了那座废墟，直至石块石柱堆叠出的峰顶消失于海平线，无血者西斯道尔才放下双手，表情不再那么痛苦。看到这一幕的克莱恩眯了下眼睛，感觉这位蔷薇主教，未来号的二副，也许会是本次航行的一大隐患。这不是他对密奇人途径非凡者的歧视，而是结合星之上将的描述和西斯道尔刚才的表现做出的判断。刚才所有人都听见了巨大的喘息声，却只有西斯道尔变得痛苦，直觉地相信那座废墟里埋着具尸体，而加德利亚审查后的表现间接证明了他的话语。也就是说，即使西斯道尔不主动地倾听真实造物主的声音，拥有倾听者非凡能力的他，也会在正常环境里比普通人和绝大部分中低序列非凡者听见的更多。当遇见刚才的喘息声，当声源距离足够近的时候，他将受到更大的影响，获得更多的危险的信息。在这里，不是说避开类似的废墟遗迹就能解决相应的问题，因为按照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的说法，这片海域充斥着能让半神都失控的不该听见的声音。如果哪一天西斯道尔状态不好或是太好，也许就会听到那致命的低语。类似方面，序列6的蔷薇主教就算或非擅长倾听的半神有差距，也不会太大。用概率之头来解释就是，只需要投出2点，不用1点，西斯道尔就会在那不该听见的声音里疯掉或者失控。被提醒隐者女士一声，虽然他应该早就能想到，有相应的准备。克莱恩收回视线，听见自己的肚子发出不太明显的咕噜声，他还没来得及用早餐。而这个时候，但啤酒洒了一地，奶油被踩得四处都是，香煎鱼肉、烤吐司、白面包等食物要么躺着，要么挂着，都已变得颇为肮脏。把外面那层去掉应该就能吃。克莱恩看着一条靠在桌角的面包，犹豫着要不要付诸行动。这与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有些矛盾。当他决定等待午餐的时候，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吩咐厨师道：重新为剩下的人准备早餐，这些给弗兰克，也许他有用处培养怪物吗？克莱恩在心里吐槽了一句。过了一阵，他总算吃上了没刚才那么丰富的早餐，一根熏制的猪肉香肠配2片外层烤的焦脆的吐司，以及一杯没添加镇静剂当做清水使用的淡啤酒。因为行驶于非常危险的海域，随时可能出现变故，克莱恩发挥了读大学那会吃食堂的风格，只用了1-2分钟就把早餐一扫而空。出了海盗餐厅，他来到甲板，半是餐后散步，半是观察环境。此时大海依旧是被正午阳光照射的样子，隐约染着层金色。克莱恩驻足眺望了一阵，看见侧前方一个光点越来越大，那光点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折射出了闪耀梦幻、暗藏多色的辉芒，如同一颗巨大的通透的宝石。随着未来号继续往前航行，那光点逐渐显现出了本身的样子。它先是分裂，继而清晰，原来是4根由纯净金刚石雕琢成的巨大柱子。它们如同神话传说里的撑海巨塔，往下延伸，稳稳立住，托起了一个不小的浮岛。浮岛之上，泥土焦黑，没有一点点绿色。它的深处，光芒异常明亮，胜过正午的天空。突然，一声长嘶从那里传了出来。这声音响亮四溢，但没有那种让人毛发耸立的危险感。没过多久，
克莱恩听见了哒哒哒的马匹奔跑声，看见2匹仿佛黄金打造的骏马冲出浮岛，他们后面拉着辆同样金黄的华丽战车。就在这个时候，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的声音得到了某种放大，急促的回荡于未来号每个角落。低头，不要看。克莱恩从来不是逞强的人，下意识就跟随这样的话语埋低脑袋，望向自己的皮靴。他注意到照在甲板上的阳光越来越亮，然后由盛转衰，飞快恢复了之前的样子。没问题了，加德利亚的声音再次回荡于船上，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克莱恩这才抬头，发现那2匹黄金铸成般的骏马和他们拉着的华丽战车已然不见。金刚石巨柱静静地支撑着浮岛，流转出璀璨的辉芒。好大的钻石，好奇怪的浮岛，刚才如果不低头，看着那辆黄金战车冲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克莱恩左右看了看，眉头忽有皱起。之前距离他只有7、8米的一位海盗，此时已消失不见，原本站立的地方留有2个漆黑出油的脚印。望着半空飘散的灰烬，克莱恩隐约知道了刚才不低头的结局。还好星之上将之前来过几次，知道哪些该避开，哪些该低头。如果我雇佣的是倒吊人先生，即使他驾驭的是幽灵船，现在应该也已经团灭了。不，如果不是未来号提前抵达目的地，没留缓冲时间，我早就请教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相关问题了。魔术师不做无准备的表演，而且若雇佣的是倒吊人先生，我肯定会在塔罗会上向隐者女士求购相应的情报。克莱恩先是感叹，旋即恢复了平静。他没提议去浮岛上看一看，探索一下，任由未来号从侧面通过，往前方航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片海洋如同外界，只剩下波浪起伏的水面，空旷、寂静、无边无垠。克莱恩偶尔能看见漂浮在海面的火堆，但却没找到任何海洋生物存在的痕迹，包括美人鱼族群。时间1分1秒过去，午餐很快准备就绪。克莱恩正要离开甲板，前往餐厅，豁然发觉四周一下变暗。原本始终处于正午状态的天空已不见了阳光，被浓郁的黑暗完全笼罩。这变化是如此快，如此突兀，以至于克莱恩的第一反应是谁把灯给关了。无声无息间，未来号蒙上了一层璀璨的星芒，照亮了通往各处的道路。隐者加德利亚略带磁性的嗓音又一次被放大，回荡于众人耳畔。返回房间，或者随便找个角落，让自己入睡，然后等待自然醒来。毒素专家弗兰克里有些疑惑的高声问道：如果不睡会怎么样？这一刻，他嗓音嗡聋，仿佛一头巨熊在说话。加德利亚立在船长室的窗户后面道：等我们醒来，就会发现你失踪了，再也找不到了。这里的夜晚这么恐怖。克莱恩好奇归好奇，却没有一点尝试不睡的想法。他回到房间，借着未来号暂时没灭的星光，摊开纸鹤，拿出铅笔，飞快书写道：前往苏尼亚海最东面的危险海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在那里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美人鱼？放下铅笔，折好纸鹤，克莱恩没脱外套，直接躺到床上，在冥想的帮助下，迅速进入了沉眠。灰蒙蒙的世界里，他一下清醒，明确的认知到自己在做梦，没有被谁入侵啊！克莱恩环顾一圈，发现自己正置身于山顶，背后和左右是修道院式的黑色成片建筑，前方是一株枯黄的树木和一块凸起的巨石。巨石顶端，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一个人坐在那里，双手抱膝，身体前倾，凝望着对面的山峰。他依旧穿着那身很有神秘味道的古典黑色长袍，表情里有着无法言喻的迷茫。此时他没有任何动作，仿佛变成了石质雕像。他怎么在我梦里？克莱恩前行几步，跃上了巨石。他还未来得及询问，突的被眼前豁然开阔的场景镇住，有种身心都遭撼动的感觉。巨石前方是看不见底部的悬崖，悬崖对面则是一座被无数宫殿、无数高塔和雄伟城墙覆盖着的山峰。那些建筑恢宏华丽，层叠环绕，单个就异常巨大，不像人类居住的地方。组合在一起更是有难以描述的史诗感、奇迹感和神话感。太阳悬于极远处，将黄昏的色彩洒到了那座城市上，光芒宛若凝固。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梦境。加德利亚依旧抱膝而坐，语气仿佛梦呓。第167章黑色修道院。所有人共同的梦境。
克莱恩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的话语，隐约明白了现在的情况。这片危险海域的黑夜将这里所有生物的梦境连接在了一起，而此时没有入睡的生物，因精神体不在这个梦境内，会缺乏必要的保护，受到不可名状的攻击。至于这种攻击为什么会导致失踪而不是当场死亡，克莱恩没有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实在无法猜测。思绪电转间，克莱恩将目光从加德利亚身上收回，重新望向悬崖对面的恢宏城市，有些好奇的想到，如果这个世界真是本地一个个生物的梦境连接而成，那这座超越想象的城市属于谁的梦境？他凝视了几秒，开口问道，它叫什么名字？这座神话传说里才可能存在的城市叫什么名字？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怔怔注视着前方，梦一般说道，不知道。每次在这里进入梦境，都有机会看见他，却又永远无法靠近。他说，这和福萨克的黄昏巨殿有些像，他应该有自己的猜测，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那位神秘女王，黄昏巨殿是战神教会宗座所在啊。克莱恩环顾一圈，斟酌着说道，我准备四处看一看，他相信未来号在这片海域停留不会只有几天，自己肯定将遇到更多的黑夜，将更多次的进入这个梦境世界，所以为了预防意外和收获信息，一定的探索是必要的，而探索毫无疑问是需要同伴的。加德利亚还是抱膝而坐的姿态，语气依旧飘忽，没有兴趣。这不是一个成熟的海盗将军应该说的话语，完全可以更委婉一点。隐者女士，你现在就像个任性的少女。克莱恩怔了一下，差点怀疑自己听错，这和他心里的星之上将人设有点矛盾。想到格尔曼斯帕罗也有不怕脏不怕苦做义工的一面，他旋即释然，迅速有了个猜测。隐者加德利亚在梦境里并不完全清醒，能认知到自己在做梦，却又无法有效控制。也就是说，他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内心深埋的情感和平时刻意压制的部分性格。难怪他说永远都无法靠近对面那座奇迹般的城市，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探索的自觉。克莱恩想了想，故意试探着问道，我们也许能在这里发现点什么？不去。加德利亚毫不犹豫地回答，但未曾摇头，我要在这里等着，等着。果然是半梦半醒的状态。克莱恩从对方的反应和语气做出判断，他不再浪费时间，转身跃下了巨石。啪！克莱恩双脚踩在了地面，下意识回头望了一眼，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依旧抱膝坐在那里，周围没有别的人存在。对面城市凝固的黄昏映照过来，洒于他的身上，将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与枯黄树木制造出的阴影交错于一。山风轻吹，黑影轻晃，加德利亚没有任何动作，固执的在等待什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位心理医生来解读梦境情绪了，这和占卜获得的启示无关。克莱恩撇了下嘴，环顾四周，寻找起探索的方向。他发现往左往右往后都是修道院成片的黑色建筑，并有高耸的围墙将它们与悬崖隔断，无论想探索哪里，除非直接跳崖，否则都无法绕开修道院。既然没有别的选择，克莱恩直接就来到了修道院那扇漆黑的大门前。这大门近10米高，看起来不像是为人类准备。克莱恩打量几秒，吸了口气，伸出双手按在了门缝两侧。吱嘎的声音旋即响起，大门的沉重超乎了克莱恩的想象，他肌肉相继鼓起，脸庞涨得通红，却只能轻微的撼动目标，无法推开。还好这是梦境，只要有逻辑的相信，就能提升力量，不需要真正的开启蠕动的饥饿。克莱恩吐出憋住的那口气，让左掌的手套蒙上了苍白，些许音律闪烁间，他获得了活尸的力量，手臂一下变粗，双腿陡然膨胀。炸！沉重的摩擦声响起，大门缓缓打开，显露出了里面的场景。两座暗淡的高塔和一栋栋黑色的建筑依靠廊桥彼此相连，围出了一个宽阔的灰石广场。广场之上布满坑洞，插着一支支巨大的箭矢，燃烧着几处火堆，似乎曾经遭遇过袭击。克莱恩穿过门洞，进入广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看见弗兰克里、妮娜、奥托洛夫等人都在这里。这是他们的梦境？不像啊，或者说每个人的梦境只局限于自己，然后随机的出现于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克莱恩不太肯定的猜测着。弗兰克里离他最近，正拿着铁锨铲着碎石，旁边则放着之前掉落于地的白面包、烤吐司、
香煎鱼肉等食物。他是打算用它们做养料，种点什么吗？连做梦都在种植。克莱恩靠拢过去，随意问道：“你在做什么？”弗兰克动作不停，脸上却露出了笑容。我培养了些小东西，它们需要在土里安眠一段时间才能长大和繁殖。它们有什么用处？克莱恩又好奇又担心地问道。弗兰克笑容满面地说道：“它们是一种杂交的细菌，可以让公牛也产奶。这样一来，我们将收获更多的牛奶，让更多人喝到好的牛奶，放过那些公牛吧。”克莱恩脸皮抽动了一下，道：“能成功吗？”效果没问题，但我很担心他们也许不会繁殖。弗兰克皱起眉头道：“愿死神永远宠幸他们。”克莱恩祈祷了一句，越过弗兰克里，走向广场对面的黑色建筑入口。途中，他经过了正坐在一根倒塌石柱旁大口喝酒的妮娜和航海长奥托洛夫。你有想过年纪再大一点之后，离开海盗团，找个男人结婚，找个地方定居吗？我想没谁愿意一辈子漂在海上。奥托洛夫摘掉自己的尖顶软帽，露出略有点花白的头发。他的眼睛和语气告诉克莱恩，他的潜台词是：如果想，是否可以考虑下我？航海长先生，你的年纪都可以当妮娜的爸爸了，你要考虑下自己的身体啊。路过的克莱恩听到对话，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妮娜咕噜喝了口酒，往某个方向看了一眼，道：“不，那不是我想过的生活。加入你们前，我曾经尝试过去福萨克东海岸定居，不再做海盗，但我完全无法忍受那种沉闷，每天就是扛木头、搬东西，晚上必须待在自己家里，不能去酒吧，不能去野外狩猎，过得没有一点改变，而且还得忍受各种指责，忍受那些讨厌的家伙，想揍他们一顿都得担心警察。还是船上好，虽然大部分时候也很无聊，但经常能去不同的地方，见识不同的事情。呵呵，哪怕最无聊的时光，也能摧残那些家伙，将他们训练成为合格的海盗，并告诉他们，每月表现最好的那个，可以在我的房间过夜，然后看着他们很兴奋、很激动的享受折磨。当然，过夜和上床是两件事情，并不等同，得看我的心情。真女海盗，每个人希望得到的都不一样啊。克莱恩中肯地评价了一句，并不认为妮娜的想法就一定错误。我不诽谤她的选择，但如果他时常杀人放火劫掠，我也不介意在下次遇到时用他的脑袋换取赏金。克莱恩收回视线，来到了疑似黑色建筑和高塔门入口的地方。下意识间，他侧头看了一眼，只见角落里的阴影看似正常，实则有不一样的感受。无血者西斯道尔，哪怕在梦中，他也躲于阴影里。根据我有限的心理学知识来看，这是极其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克莱恩推开了同样近10米高的入口之门，吱嘎的声音里，他的目光忽然凝固。正门后方是一个广阔的、由2排粗壮石柱支撑起的大厅，大厅内没有烛光，异常黑暗。随着正门的敞开，外面的光线照入进来，让这里变得清晰。克莱恩看见墙上、穹顶上有一幅幅色彩鲜艳但以金色为主的壁画，它们彼此连接，没留空隙，让这里有种宏大神圣的感觉。咚咚咚，一道身影背对克莱恩，用手里的斧头劈着一截长长的巨木，不知在做什么。这身影穿着白衬衣，套着黑马甲，不像是船上任何一名海盗。这片海域另外的人，或者那双注视甲板注视我的神秘眼睛。克莱恩心绪一沉，放缓脚步，戒备着靠拢过去，来到侧方，看清楚了那身影的模样。那是一位外表年轻的男子，金色短发呈3七开，碧绿眼睛专注而认真。你在做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克莱恩谨慎开口道，他直觉地相信对方不是那双神秘眼睛的主人。年轻男子抬手摸了下自己的耳垂，没有转头道，你问这些做什么？我船都沉了，正忙着做独木舟，没工夫和你说话。克莱恩想了想，又问道，你是谁？我是谁？我是倒霉的安德森，自从看到那幅壁画，我就一直被厄运笼罩。年轻男子抬手指了个方向，循着他的手指，克莱恩看到了一幅壁画。那壁画之上是一片燃烧着火焰的海洋，它从中间分开，列出了一条道路。道路上有一行长长的队伍，成员们或虔诚低头，或跪伏于地，目标是大海的深处。他们的领头者是位留着银色长发的瘦高男子，五官柔和，眼睛紧闭，背后羽翼层层叠叠。这
克莱恩的瞳孔突然收缩，他认识那壁画上的领头者，那是小太阳展示过的命运天使，那是吞围者乌洛留斯。第168章倒霉的安德森。认出壁画上的领头者是谁后，克莱恩下意识就怀疑起这是自己梦境的内容。不过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倒霉的安德森不是他认识的任何人，也不是曾经遇到过的留有印象的谁谁谁，大概率不属于他梦境的延伸。而安德森有明确的说出自己因为看见那幅壁画而变得倒霉，与壁画是强关联状态，所以这是他梦境的一部分才对。收敛精神，仔细再看，克莱恩迅速发现这里的壁画与小太阳在真实造物主废弃神庙内看见的壁画有几个不同之处。这里的背景是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大海，之前那幅是荒芜死寂的平原，这里的目的地是大海的深处，之前那幅是远处的高山，高山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和倒挂之人。这里的命运天使乌洛留斯脚底是黑色的淤泥与头部朝下插入其中的鱼类，之前那幅是蜿蜒循环的河流，不是同一幅壁画，更接近于一次朝圣旅途不同阶段的记载。克莱恩有所猜测地点了下头，他的脑海内已浮现出这样一幕场景：在很久之前，在第4季的某个时期，吞围者乌洛留斯带领虔诚的朝圣者队伍或残余的真实造物主信徒，在诸多强敌的追赶下，辗转乘船来到这片海域。因为某些理由，他放弃了船只，依靠真实造物主的帮助或本身的力量，直接分开了大海，引领虔诚者们通过这里进入神器之地，保留了救赎蔷薇、极光会等组织的火种。在神器之地，他们穿越荒芜的平原，在朝圣的路上建立了一座座神庙，也就是后来小太阳他们发现的那种。从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被逼的重启循环，逆转为胚胎看，吞围者应该还活着。这是否说明他率领那些朝圣者们最终抵达了目的地真实造物主的圣所？这是否说明真实造物主的圣所就在神器之地某个地方？想到这里，克莱恩忽然涌现出一些莫名的感触。如果我的这个猜测是对，那就代表无论白银之城如何自救，如何薪火相传，等到真实造物主完全醒来，或者说恢复正常状态，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当你距离邪神的神国圣所很近时，你的存在与否就和你本身的努力无关了。这就像海水奔涌间激起的泡沫，当这个波浪过去，就会消失不见。人类的族群，人类的文明，在邪神的注视下，就是这样的脆弱。不能这么悲观，我刚才只是猜测，也许将威尔昂塞汀这生命学派议长弄到转世投胎的不是乌洛留斯，也许真实造物主没那么容易恢复或醒来，他可能正承受着七神的封印，所以白银城还有机会抢在邪神挣脱束缚前，打通神器之地与外界的道路，搬迁出来。这大概就是白银城首席要释放牧羊人长老的原因，他们必须利用每一分可以利用的力量。克莱恩强行收回了思绪，他旋即有些担忧，害怕来到这里的自己已经落入吞围者制造的命运循环。这一刻，他本能就想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强行找回可能已经被消除的记忆，但最终他还是按捺住了这种冲动，准备先观察观察再说。从解读象征符号的角度来看，这里没有循环的河流，只有倒插着鱼类的黑色淤泥，代表不存在命运的循环，只有厄运的缠绕。这与安德森的话语吻合，身为天使之王，乌洛留斯肯定不会只有一招命运循环。不同神庙、不同壁画用不同的能力，完全符合逻辑。再说，这是梦里，而且就算我什么也没做，并真的陷入了循环，不断重复着与星之上将对话，只打算观察观察的这段经历，等到下周一来临，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到时候塔罗会肯定没办法如期举行，正义小姐他们必然会疑惑的做出祈求，而我就能借此找回记忆。克莱恩一下有了底气，心里的慌乱与紧绷不是消失不见，就是被他深藏于内。他抬头望向前方，发现这座大厅很深，一眼看不到尽头，而门外照入的光芒只局限于进来这一块，别的地方都颇为昏暗，越往深处越漆黑，只隐约能看见两侧有一扇扇木门，不知分别通往哪里。看着这幽邃深暗的场景，克莱恩继续探索的欲望一下降到了最低。在这里都遇到了天使之王遗留的壁画，谁知道再往深处走，进入其他房间会发生什么？对未知的恐惧是一种极端古老的情感，可以预知到很危险，却不知危险源于什么，则是能带来最强烈恐惧的未知。
克莱恩自我审视了几秒，停下了向前的脚步。他转而对用斧头劈着巨木的安德森道：“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安德森抬头看了他一眼，嗤笑了一声：“我是一个宝藏猎人。你说我来这里做什么？”宝藏猎人，克莱恩随口问道：“这里有宝藏？”安德森继续埋头制作所谓的独木舟，嗓音一下变得低沉：“这片海域到处都是宝藏，只要你能成功拿到，活着出去这倒也是。可问题在于，不是半神，在这里会很危险，而半神在这里更危险。”克莱恩望了望大厅深处道：“你知道那里有什么吗？”安德森循着他的视线瞄了一眼：“不知道。我至少1/3的同伴组成队伍，往那里探索，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你是指现实世界，还是梦境里？”克莱恩思维缜密的问道。砰！斧头落下后，安德森笑笑道：“当然是现实世界。在梦境里往前探索的是我另外1/3的同伴，他们同样没有回来。”克莱恩吸了口气，想了想道：“他们现实世界的身体呢？变异成了怪物，干掉了不少同伴。”安德森拔起斧头，用力往下一劈，当！清脆的声音里，他的斧头碎了2块，因为破裂处在靠后方，碎片一下击射到了他的身上。安德森的右胸和腹部顿时流出了鲜红的血液，汩汩如泉。他用左手捂住一个伤口，抬起脑袋看向克莱恩，苦涩笑道：“我说过，看到那幅壁画后，我就一直被厄运笼罩。还好，这不算太倒霉，至少他们没有毁掉我普普通通英俊的脸孔。”这2个形容词是怎么放在一起的？克莱恩看着安德森快速取出碎片，处理伤口，服食药剂，发现他情绪稳定，手法熟练，似乎已经习惯。克莱恩单手插兜，玩弄着里面的硬币，斟酌着问道：“你同伴展开探索的时候，你和剩下的一部分是留在原地研究壁画？”安德森愣了一下，将药剂皮囊系回腰带，擦了擦嘴巴道：“不，我属于往前探索的那1/3。”说着说着，他嘴角一点点咧开，露出和煦的笑容。这……克莱恩瞳孔一缩，直接就微弓背部，抬起了左掌。就在这个时候，刺目的阳光照了起来，一切先是惨白，继而变淡，消失不见。克莱恩自然睁开了眼睛，发现外面又回到了正午状态。他掏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只过了半个小时，这黑夜有点短暂啊。刚才那个倒霉的安德森明明看起来很正常，没想到这么让人害怕。翻身下床后，克莱恩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还没有回信。因为所有人的梦境都被拉入了那个世界，没与灵界连通，所以他无法定位，或者他察觉到了吞围者乌洛留斯的气息，没敢靠近，或者这片海域本身有问题。念头转动间，克莱恩决定验证一下。至于怎么验证，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趁着正午重新再睡。不过他没急于这么做，因为他不知道在这里是否有白天不能睡觉的禁忌。戴上鸭舌帽，克莱恩来到船长室外，屈指敲响了房门。咚咚咚3声后，他收回手，耐心等待。没过多久，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打开了房门。他脸上已不见了梦里的迷茫，并重新架起了厚重的眼镜。白天能睡觉吗？克莱恩直截了当的问道。加德利亚点了点头，可以回答之后，他犹豫了下道：“刚才在梦境里，你似乎很有行动力，想到这片海域藏着的危险，想到自己之后可能会被迫展现点什么。”克莱恩决定先主动铺垫一下，他看着加德利亚，彬彬有礼的笑道：“是的，这是我主的恩赐。”我主。加德利亚厚重眼镜遮掩下的目光有了明显的闪烁，他眉头少见的皱了一下，旋即展开，没有多问。克莱恩想了想，补充道：“小心西斯道尔。”加德利亚明显听懂了他的意思，直接回答道：“不用担心，他有一件封印物，负面效果让他只能听见来源很近的声音，这是巧用负面效果啊。”克莱恩不再啰嗦，脱帽行礼，转身离开，走回了房间。他重新躺下，又一次借助冥想入睡。梦境世界里，他清醒过来，看见了熟悉的漆黑荒原和暗色尖塔。呼，还好能联系上。克莱恩松了口气，一路来到塔内，在老地方看见了散落的塔罗牌或星的字迹。那里有很多危险，但最危险的是黑夜来临后的梦境。这不是只不睡就会消失，而是必须记住一点，不要探索那个梦境，
绝对不要探索那个梦境。基于这里篇幅不够，我就不解释理由了，好吧，开个玩笑。原因是那里包含某些神灵遗留的某些梦境。第169章再遇。看到威尔昂塞汀的提醒，克莱恩第一感觉就是庆幸，还好我没有作死，没有继续探索。他毫不掩饰的舒了口气，虽然他也看见了与吞围者乌洛留斯有关的壁画，遇上了安德森这个不知遭遇了什么以至于易变成可怕怪物的家伙，但至少没陷入实质的危险里。不知道下次进入梦境是随机出现在一个范围内，还是从这次结束时开始。如果是后者，最正确的做法是不再惊扰安德森，免得刺激到他，直接原路返回，离开黑色修道院。克莱恩收回视线，往下阅读起剩余的提示。除了梦境，其他都相对不那么麻烦，只要你不尝试靠近那些废墟遗迹，不直视中午飞过天空的事物，不挑战有征兆的暴风雨，然后沿着别人验证过的安全航道前行，那就问题不大。至于美人鱼，你一直往前航行，总会遇到，因为以他们的层次，只能生活在较为安全的区域，而这并不多。最后，祝你一切顺利，你真挚的处于发育关键阶段，接下来可能会经常沉睡的朋友威尔昂塞汀。最后的长句有些拗口，但克莱恩秒懂了命运之蛇的意思。在我出生前，不是特别重要特别关键的事情，不要来打扰我。我努力。克莱恩在心里不是那么肯定的回应道，如果他这次能顺利晋升，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要请教对方该去哪里寻找占卜家的序列4魔药配方。对寻找美人鱼之事有了更多信心的克莱恩当即离开梦境，戴上帽子前往海盗餐厅。由于梦境的耽搁，许多菜品已经凉掉，但海盗们却吃得很是开心，因为这次没有死人。既然没有死人，见识到奇妙事件多了不少吹牛资本的他们自然心情不错。要杯牛奶吗？弗兰克里端着盘子坐到了克莱恩对面，并热情地问道。想起梦境中的对话，克莱恩表面平淡，内心坚决地摇了摇头。他很担心这船上的牛奶是弗兰克的实验产物。弗兰克不甚在意的咕噜喝了口牛奶道，我记得梦境里和你说过那些小东西的事情。是的，克莱恩切了块浇了酱汁的龙骨鱼鱼肉塞入口中，这种鱼以少刺著称，很多时候甚至只有一根主刺。在贝克兰德，它因品种不同，分属中高档食材，但在奥拉维岛东面，在安全航道边缘，经常能钓到。弗兰克呵呵笑道，我当时的表述有些不准确，它们真正的作用是让生物不在哺乳期也能顺利产奶，无论雌性还是雄性，只要服用就能产奶，停止就恢复正常。这样一来，可怜的奶牛们就不用遭遇那些折磨了。这样一来，男女在养育孩子上就能更加公平，更有利于女性外出就业。等等，你在说些什么啊？克莱恩差点没能维持住格尔曼斯帕罗这个人设。这一刻，他觉得真正疯狂的代名词不是格尔曼斯帕罗，而是弗兰克里。他竟然还是个支持男女平等的家伙，只不过方法有些可怕。也是，大地母神教会和女神教会一样，认为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不过他们更加重视繁殖生育，将这视为最神圣的事情。七大教会里，风暴教会和战神教会最偏向男性，太阳教会次之，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的画风则和其他教会都不一样，属于智商歧视，蒸汽教会中立。甚至因为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一直配合女神教会鼓励女性外出工作。克莱恩脑海内一下闪过了七大教会的区别。他抬头看了弗兰克里一眼，就像对方刚才说的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让弗兰克相当高兴，忍不住又多喝了口牛奶。等到海盗们轮班用完午餐，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再次推开船长室的窗户，用魔法放大声音道，前面 1.5 海里有一座岛屿，我们在那里停靠，等待暴风雨过去。在这片海洋里，每当中午和夜晚交替一次，就有可能出现恐怖的暴风雨。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来，但我认为还是等他过去了再继续航行更安全。他比之前解释的详细了不少，因为这不是突发状况，还有充裕的时间。海上的人们最害怕的事物之一就是暴风雨，自然没有异议。按照加德利亚的吩咐，在航海长奥托洛夫和水手长妮娜的指挥下，紧张地准备着停靠事宜。而这让克莱恩印证了威尔昂塞汀提醒事项里的一件：不挑战有征兆的暴风雨。没过多久，一座覆盖着巨大树木的岛屿出现于未来号册前方。
超过100米长的帆船调整着行驶了过去，停靠于背风面。大半个小时过去，天空忽然昏暗，铅色的云层一朵又一朵浮现，它们彼此重叠，似乎已将周围海域完全笼罩。巨大的轰鸣声里，刺眼的闪电光芒中，远处一道飓风卷了过来。它上接云层，下连海面，比传说里的任何巨人都要夸张，就像一条盘旋着要毁灭世界的巨蛇。这恐怖的龙卷风带来了山一样的海浪，树枝般的闪电并没有因为暴雨来临而停息，不断的击打着海面，分裂出细小的电蛇往四周蔓延。哗啦啦的雨点打在未来号的甲板上，让早就进入船舱或避雨处的海盗们有种末日已至的感受。这样的暴风雨没有维持太久，大概1刻钟后，海浪平息，飓风消散，正午的阳光又统治了天空。你们可以到岛上活动一下，但不能往深处走，必须处在火炮射程内。加德利亚给了海盗们一个短暂的放松机会。克莱恩牢记着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的提醒，毫无探索岛屿的欲望。离开未来号后，他只在沙滩上来回走动，享受脚踏实地的感觉。沙滩、阳光、树木，很有度假的味道了。克莱恩好笑的想着，眼角余光突然扫到了一个高速移动的黑点，它正从悬崖边缘飞奔过来。那黑点越来越大，竟然是一道人影。就在克莱恩不远处踩沙子的新制上将加德利亚也注意到异常，半转过身体，取掉了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那人影越来越近，穿着白衬衣、黑马甲、黑裤子，是个身材中等、金发3、7分的闭眼青年。安德森，倒霉的安德森。克莱恩一下认出了对方，来者竟然是梦境世界里那个可怕的安德森，那个说同伴往前探索，再没有回来，却自称是探索队伍一员的安德森。这时，安德森抬起了右手，没有犹豫，身为格尔曼斯帕罗的克莱恩掏出枚符咒，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风暴。那由白皙制成的符咒立刻变得刺手，像是长出了一片片细小的刀刃。随着灵性的灌注，半空风声一下激荡。克莱恩面无表情地向安德森扔出了手中的符咒，嗖嗖嗖，一道道凝成青色的锋利薄刃射向了目标，就像来了次排队枪毙。安德森正带着笑容举高右手，似乎想开口说点什么，可耳畔一下就响起了低沉神秘的咒文和让人头皮发麻的风声。他目光一凝，直接倒向旁边，连做翻滚，狼狈的就像前方是烧红的铁板。嗖嗖嗖，锋刃插入沙滩，切割出了一道道明显的缝隙，但还是差了一点，未能命中目标。停止！安德森一边身形矫捷的翻滚躲避着，一边高声呼喊道：我没有敌意，我没有恶意。安德森·胡德，星之上将突然吐出一个名字，抬手拦住了已掏出一把符咒的格尔曼斯帕罗。他认识这个安德森。克莱恩没有鲁莽念出开启咒文，沉声说道：他已经异变了。我在梦境里遇到过他，他对遇见倒霉的安德森并不意外，因为既然海盗们在梦境里处于同一个区域内，彼此离得很近，那与他们相隔不远的安德森必定也在未来号的附近。没有，安德森哭笑不得地站了起来，投降般举起双手，我认得你，你问了我很多问题，当时我就想开个玩笑，真的，开个玩笑，活跃下气氛。你不觉得环境一下变得很恐怖的体验非常棒吗？当然，我是指让对方，不是自己。如果我也去探索了，我怎么还会好好活着？这正是我担心的问题。克莱恩并没有相信对方的解释。安德森耸了下肩膀道：我一说出口，就准备解释，就准备告诉你，我在开玩笑，并打算向你求救，希望你们能来这里带走我。结果，那一刻梦境结束了。混蛋，这真是太倒霉了。符合倒霉的特质，克莱恩嘀咕了一句。他本打算当面掏出硬币，用占卜的方式试探对方，忽然听见星之上将加德利亚道：听他讲一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迷雾海很出名，有最强猎人的称号，第170张美人鱼的线索。最强猎人，克莱恩被这个称号震了一下，经过仔细回想，发现对方并没有赏金。也就是说，安德森·胡德在梦境世界里的自我陈述是真实可靠的，他更多是一名宝藏猎人。可惜，格尔曼斯帕罗还没有干掉任何一位海盗将军，否则我才是最强猎人。克莱恩没有放松戒备，目光冷冽地注视着对面。只要安德森·胡德出现一点异常，
他就会立刻扔出手里的这把符咒，反正开启咒文都是一样的。对现在序列的他来说，灌注灵性也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听到星之上将的介绍，安德森认真摇了摇头，不是最强猎人哟，还挺谦虚的嘛。克莱恩在心里感慨了一声。安德森呵呵一笑，补充说道，如果星之上将你依旧坚持，最好在前面加一个限定词，半神以下。半神以下最强猎人。我收回前面那句话。克莱恩嘴角微不可见的动了动。见星之上将没有回应，安德森双手自然下垂道，这片海域很危险，但也藏着很多宝藏，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二位同样清楚。曾经有不少冒险家，更准确的说是宝藏猎人，进入这里寻求奇遇，但大部分都没能活着出去。呵呵，我说的是大部分，必然存在一些幸运儿，既能收获物品和材料，又可以顺利离开。这次的寻宝团就是由2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宝藏猎人召集的。他们声称自己已经摸清楚了安全航道前半程哪些废墟不能探索，哪些遗迹可以尝试，哪些怪物该用怎样的办法进行狩猎，哪些失控的协议生物必须采用哪种方式规避。我对这里一直很好奇，成功被他们说服，加入了他们的寻宝团。然后呢？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略带身子的黑色眼眸内早映照出对方的身影。安德森叹了口气道，开始很顺利，真的很顺利，我们避开了危险，拿到了不少前面探索者的遗物，并猎杀了一些怪物，收获了好几件材料。一切的转折是在我们发现一座位于贝烟岛屿上的奇怪神庙后，那里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壁画，这位先生在梦境世界里也见过。他用下巴指了指克莱恩。这不是重点，克莱恩平静的回应道。安德森摇头苦笑道，其中一幅壁画非常写意，描述的是一支朝圣队伍在分开的海水里前行，这支队伍的首领被刻画为天使，留着银色至背心的长发，五官很柔和。我当时最先抵达那幅壁画前，伸出右手，习惯性的凭空勾勒了下各种线条，真的，我没有碰到，隔了至少有5厘米。谁知画像中的天使在那一刻似乎睁了下眼睛。你最强猎人的称号肯定是因为招惹的事情太多，被逼迫出来的。克莱恩一点也没有同情心的无声嗤笑道。银发的天使，加德利亚反问了一句。是的，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哪位天使，至少7大教会的各种画作里没有出现过。当然，也许是壁画作家随意添加的，未必真实。安德森刚要抬手捋下头发，却发现对面那个穿圆领衫、披棕夹克、戴鸭舌帽的男人正目光冷漠的盯着自己，似乎只要有一点异动，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发动攻击。而此时，克莱恩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家伙在美术方面很专业啊，至少一般人是没法了解那么多宗教画作的。未得到有效答案的加德利亚当即侧过脑袋，望向克莱恩，目光里带上了几分询问的意味。他刚才听安德森胡德说了，格尔曼斯帕罗看过那幅壁画，也许这有主恩赐的组织成员认得出那是哪位天使。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莫名觉得格尔曼斯帕罗有可能真的知道答案。想到隐者女士在下次塔罗会上随口问一问就能收获答案，克莱恩没有隐瞒，简单说道，吞围者乌洛留斯，吞围者乌洛留斯，那个命运天使，那位天使之王。加德利亚的嘴唇不自觉的抿了抿，眼眸里的紫色似乎更明显了一点。他上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还是在塔罗会上，得益于正义小姐的告知，那是他初次知晓天使之王的存在，没想到才几个月就在现实世界里遇到了线索。吞围者乌洛留斯，安德森有些茫然的咀嚼着这个名字。克莱恩没再说话，一副我没兴趣解释的模样。安德森见星之上将也没有开口，只好哈哈笑了一声，继续往下说。当时我还以为是幻觉，因为那幅壁画之后都没再出现异常。接着我们的队伍分裂成了2个部分，大多数被我的描述吓到，认为不应该探索那座神庙，剩下1/3渴求收获更多的宝藏，向着神庙深处出发了。我们等待了整整1天，等到了3次正午与黑夜的交替，却都没有等到他们回来。我们都是出色的宝藏猎人，知道肯定出事了，稍作确认后不敢再停留，不敢再等待，立刻离开神庙，乘坐船只原路返航。我们已经收获足够多，不想再冒险。等等，你们都没有去救同伴的打算？这种临时召集的冒险团成员，遇到危险后肯定只会顾自己和最熟悉的几位朋友。根据我的经验，
你们那些消失的同伴或许正在吃尸体的手指。克莱恩腹诽了几句，未曾开口指责安德森。安德森又叹了口气道：离开那座神庙后，我们发现自身出现了一些异变，一方面变得很倒霉，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利，就连安静的喝几口淡啤酒，都会发现不知谁把酒桶当成了马桶，往里面撒了泡尿。这不是我的遭遇，是我同伴的。另一方面，我们在梦境里获得了对自身的控制权，不再是迷迷糊糊知道点什么却又无法展开行动的状态，所以我的部分同伴，大概最初人数的1/3，好奇的往梦境世界的深处前行了一段距离。呵呵，他们也没再回来。安静听着的加德利亚开口问道：他们现实世界的身体呢？亦变成了怪物，杀掉了剩下不少同伴，杀掉了大部分水手。安德森做了下明显的深呼吸。虽然我们成功干掉了那些怪物，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手，并遭遇了一系列倒霉的事情，没能在暴风雨来临前抵达这座岛屿，所以我们的船沉了，收获也沉了，其余的同伴要么淹死了，要么被闪电劈死了，要么被水里的怪物吞食了。我没有全部亲眼看到，只有我相对他们实力强一点，幸运一点，被波浪抛飞，成功游到了这座岛屿上，开始尝试坐独木舟出去。你也看见了，我最后的那把斧头碎了，并反映到了梦境里。安德森最后那句话是对克莱恩说的。真是厄运缠身的寻宝团啊！克莱恩在心里为对方画了个绯红之月。他认为安德森的描述应该是真实的，他的经历不像凭空编造的，但他有没有隐瞒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安德森真的去过那座神庙的深处，吃了尸体的手指，却自认为没事的出来了。也许他已经于梦境世界里探索了不少地方，在某些不知名生物的梦境里有遭受不明显的污染。安德森·胡德讲述完自己的经历，冲着新知上将加德利亚和不知姓名的某某某笑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乘坐未来号？我会支付船资的。他一副任凭你们开价的样子。加德利亚再次侧头看向克莱恩，似乎在询问他要不要答应。也就是说，你更偏向于答应？你都不做下审查吗？我都得去灰雾之上占卜，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窥迷人到了序列5的非凡能力。克莱恩从隐者加德利亚看过来的这一眼解读出了些许信息。就在他犹豫猜测间，安德森急声说道：我对接下来的航路很熟悉，我可以帮助你们避开安全航道上潜藏的危险，可以告诉你们哪些遗迹不能探索，可以让你们及时躲过美人鱼的歌声。美人鱼的歌声。克莱恩的眼睛险些发亮，好不容易才维持住了格尔曼斯帕罗的形象。是的，从这里再有1天的航行，我是指外界的1天，绕过一处废墟拐向。说到这里，安德森忽有所悟，笑眯眯闭上了嘴巴，不再多说。克莱恩想了想，当着安德森的面掏出了枚金币，低声诵念道：安德森·胡德有问题。他连续重复了7遍，走着占卜的标准流程，但实际上根本没期待过答案。这是在试探对方。如果安德森真存在问题，应该会有心虚的表现，毕竟他无法确认格尔曼斯帕罗的占卜水准，无法肯定必然干扰成功。金币弹起又落下，克莱恩瞄了一眼，直接将它揣入了口袋里。没有问题，回头再去灰雾之上做下确认。克莱恩在心里补了一句。加德利亚随之望向安德森，点了点头，我答应你的请求，但出了这片海域后，你身上的物品必须分我一半，如果你什么也没有，那我就什么也不要。安德森沉默了几秒，重新露出笑容道：成交。找到出路的他明显放松了一点，旋即笑道：还有，我必须提醒你们一句，虽然我的厄运只局限于自身，但你们也得小心，因为我可能引来怪物。当然，我相信以心智上将你这位先生和我的组合，安全问题还是能保证的。他话音刚落，整个岛屿忽然震动了一下，有烟尘从原始森林内弥漫而出。不会真来怪物了吧？安德森下意识张大了嘴巴。